嘿，James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月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。说来听听，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早上我去酒店楼下吃早餐，遇到了一位中国同事。他看到我就问：“你几点起床的？”听起来很正常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在这里，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当时想，他为什么要问我几点起床？这算是打招呼吗？还是他真的想知道具体时间？然后呢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我支支吾吾地说：大概7点左右吧。”他看着我的表情很奇怪。我猜到发生什么了。更尴尬的是，他接着问我：“那你今天有什么安排？”我又愣住了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了解我的行程，还是只是随便问问。所以你觉得很困惑？非常困惑。那时候我完全不明白，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问别人的日常安排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文化含义？这个问题非常好。其实很多外国朋友都有类似的困惑。我当时真的很想弄清楚，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他。别担心，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待会儿我会告诉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你应该怎么回答。太好了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我是 James Gao。我是 Amy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。没错，我们要教大家如何用中文谈论日常生活。这个话题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文化细节。掌握了这些，你就能更自然地和中国人聊天，建立更深的连接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谈论日常生活的。在中文里，有一个很常用的词叫日常，读作日常。日是 day，常是 regular 或者 usual 的意思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所以日常就是 daily routine 或者 everyday life 的意思。那如果我想说我的日常生活很忙，应该怎么说？你可以说我的日常生活很忙，也可以说得更简单一点，我每天都很忙。每天和日常有什么区别吗？好问题，每天更口语化，更常用，日常稍微正式一点，但也很常见。明白了。那关于时间呢？比如说起床、吃饭、睡觉这些。这就涉及到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了。中国人非常喜欢问别人的作息时间。这就是我在酒店遇到的情况。对，现在我来解释你那天的经历。当你的同事问你几点起床的时候，他其实不是真的想知道准确时间。既是也不是。他确实想知道大概时间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在关心你。他想知道你睡得好不好，有没有适应时差，生活规律不规律。所以这是一种关心的方式。完全正确。在中国文化里，问别人的日常作息，其实是在表达我在乎你的生活质量。那我当时那么紧张的回答准确时间，他可能觉得你有点太认真了，但没关系，他能理解。那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你可以说7点左右吧，或者挺早的，或者不太早，哈哈。重点是语气要轻松。然后可以反问回去。对，你呢？你一般几点起？这样对话就继续了，而且显得很自然。我现在完全理解了。所以这不是在调查我的时间表，而是在建立关系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。什么比喻？谈论日常生活，就像是编织一张网。网。对，每一次你分享你几点起床，吃什么早餐，今天做什么，就像是网上的一个节点。没错。慢慢的，这些小小的分享就编织成了一张关系网。让彼此的生活交织在一起。对，在中国文化里，关心细节就是关心这个人。
不像西方文化那样重视 personal space。西方人可能觉得问太多日常细节是侵犯隐私，但在中国，这恰恰说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。是的，理解这一点，你就能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。我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想分享。说来听听。上周我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你在干嘛呢？”然后你怎么想？我当时正在看 Netflix，但我不好意思说。为什么不好意思？我以为他是想约我出去，所以我撒了个小谎，说我在看书。结果呢？他说：“哦，那挺好的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那不打扰你了。”然后就挂了。所以你感觉有点奇怪。对，我想他为什么要打电话来问我在干嘛，然后就挂了？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他只是想 check in on me。完全正确。他只是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，在做什么，仅此而已。不一定要约出去见面，或者有什么具体的事情。对，这就是中国式的关心，小小的、日常的、持续的。我应该直接说我在看 Netflix 的。下次记得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中国人问你日常生活的细节？比如你几点睡觉？你吃早饭了吗？今天去哪儿？这些问题。当时你是什么感觉？觉得奇怪，还是觉得温暖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，一句话就好。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真实体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些实用的内容。谈论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有3个常见错误。我肯定犯过。第一个错误，回答的太简短或者太冷淡。什么意思？比如别人问你今天做什么了，你只说没什么，或者就那样。这样不好吗？在中国文化里，这样的回答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想聊天，或者对他们不够友好。但有时候我真的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啊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说一些小事，比如今天在家休息，看了会儿电视，或者去超市买了点东西。所以重点不是事情有多重要，而是要分享。完全正确，分享本身就是在维护关系。第二个错误是什么？第二个错误，觉得这些问题是在 prying， 所以回避或者反感。Prying 就是窥探隐私的意思吧？对，很多外国朋友觉得被问你住哪儿、你工资多少这些问题很不舒服，确实，在西方这些都是很私人的问题。但在中国，这些问题通常只是出于关心，没有恶意。那如果我真的不想回答呢？你可以用幽默的方式转移话题，比如，哎呀，说起来都是泪呀。这样既不失礼貌，又不用直接回答。对，第3个错误，从来不主动问别人。我就是这样，我总是等别人问我，这在中国文化里可能显得有点冷淡。因为我怕问太多会让对方不舒服。理解你的顾虑，但在中国，主动询问是表达关心的重要方式。那我应该问什么？最安全的是问作息和日常活动，比如你平时几点下班，周末一般做什么？这些问题比较 safe。对，避免一开始就问太私人的，比如感情状况或者家庭问题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3个要点。第一，分享要具体但不冗长。什么叫具体但不冗长？比如别人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，你可以说挺好的，上午开了个会，下午处理了一些文件。不要只说还行，也不要讲太多细节。完美。第二，要 reciprocate。 Reciprocate 是互惠的意思。对，别人分享了他们的日常，你也要分享你的。别人问了你问题，你也要问回去。这就是我说的编织网。没错。第3点，注意语气和表情。这个怎么说？同样的内容，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，我今天很忙。如果你说的很平淡，
听起来像在抱怨。那如果说的轻松一点呢？我今天挺忙的，不过还好，这样听起来就友好多了。语气真的很重要。还有一个技巧，用一些 softeners， Softeners 就是让语气变柔和的词，比如还好、还行、还可以，差不多。这些词听起来确实更温和。对，中国人很少会说 perfect 或者 terrible， 更常用中间的表达。这是一种 modest 的文化传统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不张扬，不抱怨，保持平和。我发现我真的学到了很多。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使用场景。好的，什么场景？早上遇到同事，你可以说：早啊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不错，你呢？午饭时间遇到朋友，吃了吗？吃的什么？刚吃完食堂的炒饭，你呢？下班的时候，今天忙吗？几点下班？还行，快下班了，你呢？你看，是不是很自然？确实，感觉就是这样，一问一答，关系就近了。对，还有周末的时候，周末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可能在家休息。你呢？简单但温暖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去美国留学，那时候我特别想家。我能理解那种感觉。有一天，我在宿舍楼道里遇到一个美国室友，我按照中国的习惯问他：“你去哪儿啊？”然后呢？他愣了一下，看着我说：“Why do you want to know？” 他觉得你在 interrogating 他。对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关心在他眼里变成了侵犯。你当时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很孤独，我只是想像在中国一样和别人建立连接。按文化差异让这变得很难。是的，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敢随便和人说话。他再次冒犯别人。对，但有一天，另一件事改变了我。什么事？我生病了，在宿舍躺了一整天。晚上，我收到一个中国同学的微信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今天没看到你，你还好吗？吃饭了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？”这真的很温暖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不需要改变我关心别人的方式。你只需要找到同样理解这种关心的人。对，而现在，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，让更多外国朋友理解中国式的关心。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被冒犯，反而能感受到温暖。完全正确，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。不是要求一方改变，而是互相理解。对，好了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短语。今天的最佳短语3选。第一个，你平时几点起床？你平时几点起床？这是询问别人日常作息的最自然方式。第二个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这是关心别人一天生活的常用表达。第三个，还不错，你呢？还不错，你呢？这是回应并 reciprocate 的完美句式。这3个短语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用了这3个，你就能和中国人自然的聊日常了。对了，今天完整的对话稿可以在我们的博客上看到，包括所有短语的拼音和汉字写法，还有一些额外的例句和使用场景。链接在节目描述里，大家可以去下载。这周我们还有一个小挑战，什么挑战？找一个中国朋友，用今天学的短语和他们聊聊日常生活，可以问他们今天做了什么，或者周末有什么计划。然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对方的反应。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你们的体验。下一集我们要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。什么话？你知道吗？在中国，说我很忙，有时候不是真的忙，不是真的忙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是一种 social cue， 一种委婉的拒绝方式。哇，这个我一定要学。下次我们会详细讲中国人的
言外之意。听起来超级有用。如果你想参加下一集，请订阅 The Cozy Chinese。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。记住，学中文不只是学语言，更是学习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。下次见，继续学习，继续成长。大家保重，记得完成我们的小挑战。对了，James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呢？也还不错。看，我们已经在用了。完美，那我们下次见。